据香港南华早报和商业标准报报道，印度已经获得了缅甸石对港的全面经营权，这是继伊朗恰巴哈尔港后，印度获得的第二个海外港口经营权。而石对港距离中国投资的中缅油气管道起点皎漂港直线距离仅为110公里，并且石对是缅甸若开邦的首府，地理条件和人口资源是优于皎漂的。在中方投资皎漂港之前，原本是计划投资基础条件更好的石对港的，但当时缅甸军政府想在中印之间玩平衡，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把石对港项目交给了印度，中国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了皎漂港。据外媒此前报道，缅甸批准印度全面接管石对港的经营权，意味着缅军方把卡拉丹河上游重要的木材生产港口钥匙交给了印度。而作为印度东进政策一部分，印度正试图通过木材供应链扩大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为此，莫迪政府打算向缅甸石对港提供5亿美元资金进行扩建，并把石对打造成深水港。一方面是印度在经济上的考量，随着印度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推进，印度建筑业对木材、胶合板的需求不断上升。截至目前，建筑业已经占印度 GDP 的9%，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至1.4万亿美元。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3大建筑市场。同时，印度政府在2024到2025年预算中拨款111.1亿卢比用于基础设施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木材需求增长预期。印度在获得石对港的全面经营权后，将有助于其东北部各州更直接地获得环太平洋地区的木材，而不必绕经孟加拉国，尤其是产自缅甸的柚木。印度目前也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原木出口市场，得到石对港的全面经营权，将有助于印度在争夺全球木材资源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印度也有军事战略上的考量。石对港位于孟加拉湾的东北部，是卡拉丹河出海口，不仅是缅甸重要交通枢纽，也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的地缘战略节点。将石对扩建成深水港之后，也有利于印度军舰的停泊，还能进一步监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航运和能源传输线路。早在2008年，中缅皎漂港协议签订的同一时期，印度也与缅甸签订了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协议，旨在打通印度东北诸邦与印度洋东侧海域的通道，落脚点就是石对。据英媒报道，在全面获得缅甸石对港的经营权之后，印度和缅甸之间将开通加尔各答、石对固定班次的商业航线，并进一步通过石对港向北拓展到印度米佐拉姆邦的陆上运输线路。而印度的米佐拉姆邦向北就是阿萨姆邦，与被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接壤。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度东北诸邦边境线占印度总边界线的一半，接壤中国、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且有领土争端和独立倾向。历史上，印度对东北地区进行过多次大规模镇压。如果能开通缅甸石对港、阿萨姆邦运输线路，就能减轻对薄弱的西里古里走廊的依赖。不过与中缅走廊类似，目前印度的石对、阿萨姆走廊也同样面临缅甸内战局势的影响，尤其通米能领导的若开军已经占领了除石对和皎漂之外的若开邦绝大部分地区。如果要获得预期收益，印度也需要与若开军打通关系。另外，若开邦的罗兴亚人问题也备受关注。总之，挑战与机遇并存，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本频道将持续关注。